韩国近段时间在对华挑衅仪式上可谓昏招频出，现如今又表达了所谓的对华抗议。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韩国驻华大使馆对我国官媒《环球时报》及其英文版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消息时使用失当措辞、无端指责的做法，正式提出抗议。韩方的说法是我国的官媒社评韩总统尹锡悦时，以偏颇的视角和煽动性、刺激性的失当措辞，对韩国元首和韩国政府追求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毫无客观依据的一股脑贬低。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并敦促其采取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还奉劝我方将心比心，慎重地换位思考。可以说，韩方最近接连在对华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挑衅和彰显强硬姿态。在4月末，韩国外交部副部长张虎振召见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就表示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韩国总统尹锡悦涉台问题表态所作评论表示强烈抗议。但是韩国从不反思自己，尹锡悦最近在对华和对俄关系上昏招频出，发布不负责任的言论挑衅中俄，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针对中国，尹锡悦则突然反对中国武统台湾，而且将中国内政问题拿国与国的外交关系进行牵强附会式的比较，在对俄问题上狂言要对乌克兰提供大批军火对抗俄罗斯。对此，中俄双方均对尹锡悦的狂妄和挑衅言论进行批评。俄罗斯方面表示将考虑向朝鲜提供先进武器作为反击措施。对此，韩方则是迅速服软，表示出于稳定俄韩关系的考量，决定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而且韩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振将很快访问俄罗斯，修复外交关系。韩方对俄罗斯改口服软，但是对中国则以强硬姿态。4月21号召见中国驻韩大使表态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尹锡悦涉台问题的表态是失礼行为。然后尹锡悦在访美期间联合美国发布的美韩联合声明涉华错误表述，中方对此敦促韩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但尹锡悦在美国则继续竭力奉承美国，继续发表对华挑衅言论。谈到朝鲜战争时，声称美国面对中国的人海战术完成奇迹般突围，还指责中国不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对于尹锡悦一系列的挑衅行为，虎哥在《环球时报》英文版上查找，发现社评对尹锡悦的评论基本上都说到点子上了。针对尹锡悦在访美期间对于中国的挑衅行为，不明白为什么韩国方面如此敏感，无端对中国发表一系列的挑衅言论，并且无视中国劝告，韩国反倒还倒打一耙攻击中国媒体。这就要问问韩国的言论自由哪里去了？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不断挑衅，还不允许我们批评了？美国也没有这么霸道吧？而《环球时报》英文版社评称，是因为尹锡悦在访美期间肯定得到了拜登的一定程度的保证和鼓励，因此尹锡悦不惜以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作为取悦美国手段。简而言之，尹锡悦的亲美外交只会给韩国带来极大的风险。而且在对日问题上，尹锡悦则有意无视二战日本犯下的罪行，引起国内不满，媚美又亲日，一味跟从美日只会让韩国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韩国可能成为美国攻击他国的一颗子弹。相比文在寅政府的务实，尹锡悦全面倒向美国，并且不惜挑衅他国的方式，实际上让其失去了处理大国关系的灵活性。捆绑上美日的战车对付中俄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以说，韩国对中国挑衅，对俄改口服软，有必要加强反制。尤其是其在台海问题上大放厥词，还不听从中方的警告和劝诫，依旧是我行我素。对此，虎哥还是原来的观点，既然在台海问题上，尹锡悦看来不打算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也可以在半岛问题上不和韩方合作，还可以对朝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反制韩国的对应措施。而且获得先进装备的朝军还能够起到牵制美韩联军的作用。此外，除了军事上，在经济上中方也可以多管齐下反制韩国，
如制裁和限制交易等。此举对韩国的打击将是巨大的。简而言之，若韩方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那么中方自然有理由对其进行反制，而后果就要韩方全盘承受。